2015年2月，開羅，埃及簽下24架陣風戰鬥機的合同，金額59億歐元。這是陣風問世20年來第一個海外訂單，埃及人很興奮，總統親自出席簽字儀式，媒體鋪天蓋地報道，歐洲最強戰鬥機，非洲第一個裝備的國家，中東空中力量的新標杆。但興奮只持續了幾個月，飛機還沒交付，問題已經來了。說好的遠程導彈，法國不給了；說好的先進雷達，到手是老款的，花了全球最貴的單價，拿到的卻是所有買家裡最弱的版本。埃及買下的不是一架完整的戰鬥機，是一架被提前拆走了核心部件的空殼。這件事從一開始就不對勁，但埃及人沒有更好的選擇，他們太需要這架飛機了。陣風到底是一款什麼樣的飛機？1980年代，當時歐洲幾個國家打算聯合研制一款新一代戰鬥機，法國一開始也參與其中，但很快就退出了。原因很簡單，法國人要的是一款能上航母、能扔核彈、能獨立作戰的戰鬥機，而其他歐洲國家想要的是純陸基戰鬥機，雙方談不攏。法國人一拍桌子，我自己幹，於是就有了陣風。1986年，陣風的原型機首次試飛，但真正服役已經是2004年的事了。從立項到服役將近20年，法國人把所有能想到的任務都塞給了這一架飛機：空戰、對地攻擊、对海打擊、偵察，甚至核打擊。法國空軍的想法很明確，我就造一款飞机，把所有活都幹了。這個思路對中等國家來說尤其划算，你不用分別買制空戰機、攻擊機、偵察機，一架陣風全包了，省錢好維護，飛行員也不用在幾種機型之間來回切換。那麼陣風到底是一款什麼樣的戰機呢？尺寸上它並不算大，機頭直徑只有500多毫米，這個數字很重要，因為它直接決定了雷達能做多大。最大起飞重量24吨半，2台 M88 發動機推着它飛到 1.8 馬赫，航程上一次空中加油能覆蓋整個北非。真正讓陣風有底氣的是它的掛載能力，14個外掛點，9噸多的載荷，從对空導彈到對地炸彈到反艦武器，基本你能想到的它都能掛。其中最關鍵的一枚叫流星，射程150公里，超视距空戰的核心武器。有它和沒它，陣風是完全不同的兩架飛机。航電方面，陣風配備的是泰雷茲的有源相控陣雷達，座艙裡是大尺寸彩色觸摸屏和头盔顯示器，電子戰系統叫 SPE-CTRA， 集成了雷達告警、導彈逼近告警、干擾和誘餌釋放。這套東西讓它能在被鎖定之前就察覺到危險，做出反應。這就是陣風，一款法國人賭上20年心血造出來的全能戰機。最重要的是，陣風有一個其他北約戰鬥機沒有的賣點，沒有美國否決權。買美國 F-16意味着被美國政治拿捏，買俄羅斯蘇35意味着被北約制裁。陣風是第三條路，北約陣營裡的獨立選項，所有核心系統都是法國自己造的，發動機、雷達、武器不受任何第三國限制。這個賣點在2010年代中期成了陣風打開國際市場的關鍵。2015年之前，陣風一架都沒賣出去。20年的研發投入，法國人急得不行。然後埃及來了。2015年2月，埃及簽下24架陣風的合同，成為陣風歷史上第一個海外買家。埃及人覺得自己撿到了寶，但是後來當陣風的銷路打開後，埃及人才發現自己不僅不是 VIP 客戶，甚至連普通客戶都不如。陣風2004年在法國空軍正式服役，但服役歸服役，賣不出去，整整20年一架都沒賣出去。達索公司的銷售团隊跑遍了全球，去中東，去亞洲，去南美， PPT 做了一套又一套，技術參數背得滾瓜爛熟，但客戶要麼搖頭，要麼轉去買了 F-15、F-16、台風。陣風這款飛機技術不差，但就是沒人掏錢。其實原因不複雜，冷戰結束以後，全球戰鬥機市場被2股力量統治着，美國的 F-16、F-15、F-35和歐洲的台風。陣風作為後來者，沒有實戰記錄，沒有規模效應，客戶不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轉機出現在2015年，那一年陣風終於等來了第一個海外買家，合同一簽，訂單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來，卡塔爾跟了，印度跟了，阿聯酋一單砸下80架，希臘、克羅地亞、印尼、塞爾維亞排隊進場，陣風突然成了搶手貨。隨着出口訂單增加，陣風也在不斷升級。最早的 F1 標準只是公有戰鬥機， F2 加入了精確對地打擊能力， F3 拓展了反艦和核打擊任務，到了 F3R 標準，換裝了有源相控陣雷達。而在買家中，印度拿到了 F3R， 卡塔爾拿到了更高配的版本，阿聯酋直接鎖定了 F4。几乎每個買家拿到的都是带流星的滿配版本。
只有一個國家花了最多的錢買了最早的貨，拿到手的卻是所有買家裡最弱的一款。雷達是老款的，遠程導彈是不給的。這個國家就是埃及，陣風的第一個海外客戶，也是陣風出口史上唯一一個被區別對待的買家。2015年2月，開羅的簽字儀式上，埃及人很興奮，他們是陣風地史上第一個海外買家。24架法國總統親自飛來簽字，閃光燈閃成一片。埃及媒體把這件事當作國家驕傲來報道，我們拿到了歐洲最強的戰鬥機，我們是第一個。但埃及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們拿到的這批貨跟後来其他國家買到的陣風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先說雷達，埃及第一批拿到的陣風屬於 F3 型號，用的是老式的 RBE2 無源相控陣雷達。這種技術在上世紀90年代還算先進，但到了2015年，有源相控陣已經是主流了。无源相控陣的探測距離和抗干擾能力都明顯落後，最大探測距離只有140公里左右。後來埃及追加的第二批30架升級到了 F3R 標準，換裝了 RBE2 AA 有源相控陣雷達，但這批飛機是2021年以後才陸續交付的。在此之前，埃及手裡的陣風雷達水平比印度、卡塔爾拿到的版本至少落後一代。而且，即便是 F3R 的雷達，也有一個繞不開的限制：陣風為了上航母，機頭直徑被限制在550毫米左右，雷達天線就這麼大，鐵壓組件大約836個。對比重型戰機動輒上千甚至2000個組件，這個數字確實不夠看。雷達看得不夠遠，這是一個問題。但更大的問題在後面，導彈。買陣風就是為了買導彈。陣風最核心的超視距武器叫流星，沒有它，陣風的超視距能力幾乎等於0。法國沒有賣給埃及，原因不複雜，美國和盟友不答應，他們不希望埃及擁有能威脅以色列空中優勢的武器。法國權衡之後選擇了配合，於是埃及的陣風只能掛米卡導彈，射程只有50到80公里。有媒體直言，賣給埃及的陣風被大幅降級，無法使用其主力空對空武器，巡航導彈也被砍掉了。花了幾十億歐元買回來的是一架有槍無彈的戰鬥機，雷達比別人落後，導彈比別人短一截。埃及是陣風的第一個買家，拿到的卻是所有出口國裡最弱的一款。更讓人憋屈的是，埃及整個空軍都是這個處境，200多架 F16被美國卡了30年先进中距彈，現在輪到陣風，法國人幹了同樣的事。美制 F16不給你好導彈，法制陣風也不給你好導彈，兩邊的繩子都拴在了埃及的脖子上。但埃及人沒有太多選擇，他們太需要一款能撑門面的先进戰機了，哪怕它什麼都沒有。雷達和導彈，但就算這兩樣都解決了，埃及的陣風還有一個更大的麻煩。現代空戰從來不是一架飛機單獨打鬥，一架戰鬥機在天上，背後需要預警機提供空情信息，需要電子戰飛機壓制敵方雷達，需要加油機延長航程，需要數據鏈把所有這些平台連成一張網。埃及的問題在於沒有這張網。埃及空軍有預警機，但數量少，型號老，電子戰配套也不全。換句話說，埃及的陣風升空之後，基本上是在靠自己，雷達看到多遠就是多遠，導彈能打多遠就是多遠，沒有人在背後給他指路，沒有人幫他干擾對手。有分析曾直言，陣風在埃及的作戰體系裡是斷層的，這不是埃及獨有的問題。2025年印巴衝突中，印度空軍的陣風被擊落，事後分析普遍認為，原因不是陣風本身性能差，而是它脫離了體系支撐，在對手的預警機和遠程導彈面前，單槍匹馬的陣風根本來不及反應。埃及面臨的困境一模一樣，沒有體系支撐的陣風，就像一個人拿着一把好刀站在黑暗裡，刀在鋒利，你看不見對手在哪裡。更讓人頭疼的是後勤，埃及空軍的裝備清單堪稱萬國博覽會，美制 F16、法制陣風、俄制米格29，每種飛機背後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維護體系。零件供應鏈和訓練標準。有報道說，埃及陣風換個發動机葉片要等6個月，零件價格貴得離譜。每次演習，地勤得翻3本不同語言的說明書。一架戰鬥機再先進，飛不起來就是廢鐵，而埃及的陣風恰恰面臨着飛不起來的風險。但這還不是最憋屈的，埃及為了買這款戰機，寧願給法國人收拾殘局，因為陣風當着兩國總統的面摔了。2019年1月28日，開羅。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在埃及訪問，準備和埃及總統塞西一起出席聯合新聞發布會。總統府的大型鍍金大廳裡，大約40名記者已經就位。就在發布會開始前幾秒鐘，馬克龍耳邊傳來一個壞消息：埃及空軍一架陣風戰鬥機在開羅西北約100公里的空軍基地墜毀了，墜機地點就在達索公司教官和專家團隊的眼前。這架編號 EM029352的陣風，2017年4月4日才交付埃及，服役還不到2年。
飛行員沒能彈射出來，即便彈出來了，降落傘也沒打開。他叫莫塔迪·沙茲利少校，年僅32歲。沙茲利是埃及空軍首批赴法接受陣風培訓的精英飛行員之一，綽號眼鏡蛇。他曾駕駛陣風參加過2017年在利比亞上空的實戰任務。一個國家的王牌飛行員就這麼沒了，這已經夠尷尬了，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更讓人說不出話來。當時埃及正在和法國就追加購買12架陣風進行談判，埃及太想要這批飛機了，於是他們做了一個決定：5蓋子。埃及軍方散布消息說，墜毀的不是陣風，是一架教練機。法國方面也沒有吭聲，馬克龍政府正在努力推銷更多陣風給埃及。墜機消息傳出去，談判還怎麼談？一架價值超過2億美元的戰鬥機，當着飛機制造商專家的面摔了，王牌飛行員死了。2個國家的總統就在幾公里外準備開新聞發布會，然後雙方決定假裝這事沒發生過。事後有法國媒體捅出了真相，埃及和法國政府都沒有正式回應。這件事比前面說的所有問題都更能說明埃及陣風的真實處境：雷達不夠大可以忍，導彈不夠遠也可以忍，沒有體系支撐還是可以忍。但一架戰鬥機連最基本的飛行安全都出問題，而且出了事還要捂着，這就不是技術問題了。而埃及之所以選擇捂蓋子，原因只有一個：他們太依賴陣風了，依賴到連一架摔了的飛機都不敢承認，生怕影響了下一批的交付。我們可以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了：埃及的陣風到底怎麼樣？先說該肯定的，陣風本身的底子不差，機動性好，多用途能力強，航电水平在4代半戰機裡屬於前列。對於埃及空軍來說，這54架陣風確實是機庫裡最拿得出手的機型，沒有他們，埃及空軍的現代化進程會更加艱難。這麼說吧，陣風的優點是真的優點，這一點不用否認，但缺點也是真的致命。雷達先天受限，機頭尺寸擺在那裡，物理規律誰都改不了。沒有流星導彈，超视距空戰能力基本歸零。面對装備遠程導彈的對手，就是被動挨打。缺乏體系支撐，預警機和電子戰配套跟不上，單靠幾架陣風撐不起埃及的領空。當着2國總統摔機，這很難讓人對埃及陣風的可靠性完全放心。美國卡 F-16的導彈，法國卡陣風的導彈，埃及花了幾十億美元買回來的不是武器，是2根拴在脖子上的繩子。但埃及沒得選，想买蘇35，美國施壓黄了；想買 F-35，美國直接回绝。手裡200多架 F-16被美國長期限制先进弹药，陣風是埃及唯一能拿到的相对先进的北約戰鬥機，明知被拿捏也得買，明知被降級也得接着。這就是小國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真實寫照。埃及的陣風像一把鋒利的刀，但刀鞘在別人手裡，刀刃被磨鈍了一半，而且什麼時候能用來幹什麼，還得看別人的臉色。而陣風這架好的飛機在埃及手裡威力實不存疑。好了，關於陣風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，別忘了點讚關注，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您認為陣風這款戰機到底怎麼樣呢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，不僅超有態度，還堪稱性價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級輕，拿在手上輕飄飄，穿上身更是零負擔，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氣，就像會呼吸一樣，就算在外面跑1天，也能保持乾爽，徹底告別黏膩感。最關鍵的是，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，僅需很少的錢，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。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，閉着眼入都不虧，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。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，趕緊去搶。